平时是谁接孩子，咱们提前登记；临时换人，必须由监护人本人确认。人对不上，电话打不通，我们绝不会把孩子交出去。林老师，还是你办事仔细，我们跟着你10年，放心。都先回去吧，晚上看群通知，安心托管班要换老板了。这间门面是我的，倩倩刚离婚，正好缺个营生，从今天起，托管班交给她管。妈，我在这里干了10年，你们要换人，为什么没人提前跟我说？门面是妈的，原来的个体登记也是妈办的，都是一家人，谁当老板不一样。真没区别，你们为什么非要把我换掉？嫂子，你也不用走，以后接送、做饭、辅导作业都归你。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，工资3200。采购、招聘和收费都由你决定，出了事却让我一个人负责。给你发工资还嫌少，别忘了，没有刘家的门面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对了，新学期先打5折，把人全收进来，方也不用留2个人，一个做饭，一个接孩子，轮着来就行。40多个孩子，一个人接不过来，餐费再砍一半，孩子吃什么？这是我的店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好，那责任也由你自己担。小梅，别闹，你离了这儿还能去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会替别人签字，更不会拿孩子冒险。这46份只是以前收的续读意向，不是新合同。负责人换了，你们得重新向家长说明情况。开学只剩10天，没门面、没证、没老师，我看哪个家长敢把孩子交给你？林老师，你3个月前提交的社区普惠托管方案通过场地初审了。真的啊？社区可以把闲置联动师给你试用，但改造、用工和日常经营都由你负责。开学前还剩10天，厨房、消防、接送、人员健康和责任保险，少一项都不能接孩子。你还要不要做？做。明天一早我去看场地。地方就是这个样子，社区只提供场地，能不能按时改出来，要靠你自己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不是今天才想做这件事儿，原来的门面太挤，20多个有需求的家庭一直排不上。3个月前我就开始准备了。10天以后，这里要能接孩子。账本、库存和托管班工作手记的业务记录都在这里，每一项我都列了页码，你照着清点。你的私人微信呢？家长跟你说过什么？孩子有什么毛病，我全都要看。那是我的私人账号，里面还有别人的隐私，我不能把整部手机交给你。不给手机，我怎么接手？已经取得了书面授权的过敏、用药和紧急联系人资料，我都移交了。没有授权的私聊内容，你重新问家长。他就是想把家长藏起来。家长不是谁家的财产，你们把经营人、价格、接送和餐食安排说清楚，他们愿意留下，自然会重新签。这上面有名字有电话，怎么就不算报名？你看第1行，那是家长根据原来的人员和方案填的意向，现在负责人、价格和服务都变了，必须重新告知。我跟妈商量了，给你当主管，你回来把家长稳住，别跟小倩争老板的位置。我能决定招几个人吗？这得小倩说了算。我能决定餐费和接送流程吗？你先把工作做好，别什么都想管。什么都不能管，出了事却要我签字。这不是主管，是替你们背责任的人。该交的我都交了，从现在起，安心托管牌的经营跟我没有关系。这地方先得整体看看。厨房那边要加隔断，地面也得做防滑，支补不强，肯定过不了检查。你先记住一条，没通过检查、没完成托管服务案前，不能收费，也不能把孩子接进来试运行。明白。检查合格以前，我只做场地开放和家长咨询，不接孩子，不收钱。
这83户只是支持社区增加托管服务，你不能拿这张纸对外说自己已经有83名学生。我会重新向每个家庭说明场地、收费和服务内容，谁愿意来谁再签合同。还有，场地最多只能接60个孩子，就算以后候补再多也不能超员，60个就是上限，一个都不多收。装修哪儿都要钱，我的费用先交，你拿去用。检查还没过，我不能收。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想帮你。真想帮我，就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。这里还在改，能不能按时开，我也不能空口保证。等合格以后，你再决定报不报。行，我只说我亲眼看见的，不替你拉人。新学期安心托管全面升级，智能学习、高清监控，还有开学大礼包。拍的气派点儿，让家长看看谁才是真正有实力。看见没有？你那间破活动室，连倩倩一面墙都比不上。林老师，门口做个造型，拍视频好看。先别做，把这笔钱用在防滑地面和厨房隔断上。他那边的视频已经传开了，你不回应。家长把孩子交给我，不是来拍照片的。检查过不了，说什么都没用。以后吴阿姨早上做饭，中午跟车接孩子，何老师一个人接送，回来再辅导作业，拍短视频。我在厨房做着饭，怎么同时出去接孩子？错开一点不就行了？40多个孩子，一个人接送很容易漏人。以前一直是2个人核对，以前是林小梅浪费人，现在我说了算。工作多了1倍，工资却少1000。不愿意干就走，外面想来的人多的是。那就把上个月工资和加班结清，我们办离职。你们是不是早就跟李小梅串通好了？她没找过我们，是你不把孩子和员工当回事儿。都是熟人，何必闹成这样？先帮小倩把开学顶过去。让我们少拿钱多干活，真出了事儿还要我们负责，这个忙我们帮不起。我们今天把手里的物品交清，该结的工资请按照考勤算清楚。走了就别想再回来。连孩子的安危都不在乎了，我们还是去找他吧。我这里确实缺人，但先说清楚，健康检查、劳动合同和岗位培训一项不能少。检查没通过以前，也不能提前接孩子。我们愿意按流程来。接送还是2个人一组吗？对，到校点1次名，上车再点1次，回中心还要复查。任何人都不能为了省钱把流程砍掉。这么快？厨房隔断刚装好，还没验呢。今晚只做最后检查，不弄虚作假。哪里还不够？明天让检查人员直接指出来。厨房隔断有了，但门不是防火材质。洗手池只有2个，60个孩子集中回来会堵。出口门要向疏散方向开启，标识也得移到更醒目的位置。请把整改要求写清楚，我按这张单子改，改完申请复检。不是不让你办，孩子多，开业前必须把这些问题解决。复查通过以前，仍然不能收费，不能接孩子。我记住了。防火门增加2个洗手位，调整出口门，再加材料和人工，一共9600。我先付4800，剩下的今天想办法，材料别停。钱补齐，我下午就能把防火门运来。电池换过，车也旧了，最多5200。过户收车都写清楚，钱转我银行卡，给我收据。真舍得卖？舍不得也得卖。防火门今天要进场。你真把车卖了？为了跟小倩赌气，你连家都不要了？那辆车是我自己买的，钱也花在整改上，这里每一笔都有收据。你折腾到最后没人报名，钱不全打水漂了？我至少不会拿一张低价合同哄家长，再把风险塞给别人。你就非要跟我们对着干？我从来没拦过你妹妹开店，
是你们不许我离开。林老师，过来看一下门锁。安心那边新找的厨师不会做儿童餐，你帮小倩把1周菜单写出来，就几道菜。谁负责采购？厨师买。谁核对过敏信息？谁流量？你把菜名写好，他们再慢慢弄。我只写一张菜单，他们怎么做，用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。真出问题，你们是不是又要说菜单是我定的？你别把人想得那么坏，那边还有几十个孩子等着吃饭。那就请合格的人把采购、流酱和过敏核对都做起来，别拿孩子逼我替你们签字。这张纸我不签。整改项目全做完了，水电、门锁和材料合格证都在袋子里。厨房的生熟分区、留养柜和过敏餐具也重新标好了。接送路线我带人走了2遍，每个学校的集合点都拍了照片。原定后天的复查，有一家机构临时改期，明早空出一个名额，你可以明天查，也可以等3天后的下一批。我们明天接受检查，何老师查接送资料，吴阿姨查厨房，我查消防和人员材料，查到问题就改，不准临时藏东西。明白。这张是过敏信息表，这张是紧急联系人表，还有这张是接送授权表。鸡蛋、牛奶、坚果都要单独写，要写还得由监护人确认。厨房按这张表备餐，老师按这张表核对，不能只凭记性。你连钱都不收，家长怎么定名额？先登记真实需求，检查通过以后按登记顺序通知，家长看完合同愿意签才算报名。大家看看我们的开学环境，设备新，价格低，孩子来了就能用。慢点搬，别让人拍见。开学前再租1天，到时候摆回来。你直播里说这些都是新买的，要是家长问呢？先把人招来再说。视频里的学习记呢？统一保养去了，开学就送回来。现在预揪99块，还送书包和1个月低价试托。接送还是以前林老师那套人手吗？放心，老牌子开了10年，出不了事儿。现在有37户愿意等复查结果，按目前的场地、员工和餐食成本，至少得有50户签约，才能照原来的收费把双人接送和厨房人员都配齐。先把复查过了，我们拿事实让家长选。过敏餐具怎么区分？红色标签单独存放，每天根据家长确认表备餐。留样记录和采购票据当天归档。临时换人接孩子怎么办？监护人必须通过登记号码确认并留下记录，确认不了，孩子留在中心，由另一名员工陪同。接送老师不能擅自把人交出去。你好，麻烦您打电话向孩子家长确认一下，进行授权。现场整改符合要求，材料带回去核完，下午通知结果。今天登记就送书包文具，再送1个月低价试托。安心托管开了10年，环境比向阳好，价格只有他们1半。新学期到底由谁接孩子？以前那2位老师不是走了吗？正在招，开学肯定有人。大家先把99块交了，别错过礼物。把那46份就业项都算进去，礼物按46份准备，开学人自然就来了。子轩，走，大舅送你回家。先生，请等一下，名单里没有您，我需要联系孩子妈妈。我是亲大舅，孩子也认识我，还不行？认识也不行，监护人没确认，我不能放人。他确实是孩子大舅，但我没提前报备，你们拦得对。亲戚来接都要打电话，确实麻烦。不过这样我放心，麻烦几分钟总比接错1次强。
现场和材料都核完了，整改通过，托管服务备案也完成了。从现在起，可以向家长完整公示合同和收费标准，家长自愿签字付款后才算正式报名，最多60人，不能超。明白？我们按意向登记顺序逐户通知，不抢名额，也不替家长做决定。这46份礼物都是给安心托管老学生准备的，10年老店。不可能输给一间刚开的活动室。开学那天，只要有10个老学生去林小梅那里，我就把这间门面送给他。门面你自己留着，我只提醒一句，那46份是原来的续读意向，你们换了负责人和服务方案，家长没有重新签字就不算报名。他们在这里读了这么多年，还能全跟你跑了？去哪儿由家长选，你应该打电话问清楚，而不是替他们决定。哼，少吓唬人！开学你就知道谁认这块老招牌了。价格、接送和退费办法我都看清楚了，孩子明天由向阳接。这是合同、收费票据和接送卡。临时换接送人，记得提前联系备案。60份合同、60笔收费全对上了。其中46个孩子以前在安心托管，都是家长自己申请变更，另外14个来自社区需求名单。后补还有23户，怎么回复？如实告诉他们首期满了，有人退脱再按登记顺序联系，绝不能塞人进来。安心那边还以为46个老师明天都会过去，家长都已经自行通知过他们了，我们不去争，只把明天的人接齐。46个老生才是大头。他们只是闹情绪，明天见到安心的接送牌就会过来。对，林小梅带了10年，都算我们刘家的老学生。到校点名，上车复核，进门再点一次，少一个人车不能走，多一个人也不能带回来。60份接送授权都核过了。餐食按过敏名单分开，60份，1份不多。出发。名单上有46个，怎么一个都没有？我前天已经发消息说过，新学期不再安心续签，孩子由向阳接。你们以前一直在我家读，怎么说走就走？以前是林老师和原来的员工负责。现在人、价格和流程全换了，我当然要重新选。喂，是安心托管班吗？你那99块体验费我也申请退款了，我们没签正式合同，你别再按旧名单去接孩子。可以进去吧。校门口60人，上车60人，进门还是60人，全部对上。2份无蛋餐，3份无奶餐已经单独放好。再核一遍紧急联系人。第一天最容易忙中起错。先把孩子带进去，关好隔离门，保护好孩子。别往里闯！林小梅，你把安心的孩子全偷走了！这里有60份家长亲自签的合同，也有60笔收费票据。每个家庭都自行通知过你们，不再与你们安心续签。他们以前都是安心的学生，就是我们的。他家的孩子不是你们的东西。安心换了负责人，换了员工，砍了接送流程，却连一通说明电话都没打，我们凭什么还留下？你们就是跟着林小梅合伙欺负我们！对，我们就是认林老师，不是因为他送东西，是因为他把孩子的事当回事。等着，我现在就举报你违规招生生、恶意抢生源。举报可以，请检查人员来查合同、收费、场地和接送记录，我全部配合。我要举报向阳社区托管中心，他们违规经营，还把我们的学生全抢走了。何老师，先照顾孩子，其他的让他们来查。好的。我家还有2300块餐费和托管费没用完，孩子已经转走了，把钱退给我。是你们自己不来，又不是我不让孩子来，想退钱没门儿。我们交钱的时候，负责人是林老师，接送也是2名老师一起去，现在人全换了，我们连新合同都没签，凭什么扣着旧余额？孩子都去了林小梅那儿，你们找他要。看清楚，钱进的是安心托管办的收款户，不是林小梅的账户。这几位家长要退的是上学期没用完的钱，跟向阳中心没关系。又是你，就是你拉群把人全带走的。群是我建的，中心也是我们家长自己选的。你要是不退，我们就拿缴费记录去社区调解。先说清楚，
那46份只是旧学期末的续读意愿，不是新学期合同，家长也没有向安心托管台交新学期费用。今天调解的是几户家长上学期没用完的余额，谁收的钱谁拿账本核对，不能推给新中心。那林小梅偷走我们的学生怎么算？60个孩子里有46个以前都在安心。家长提交申请之前，我没用安心的名单联系过任何人。这是家长主动提交申请的时间，这是他们签的授权。46名老生和另外14名社区孩子都是中心通过审批以后才正式签约缴费。现有材料看不出向阳中心盗用名单，你们既然互相举报，我们会对2家中心做一次专项核验。哼，查就查，我倒要看看他的新中心能有多干净。小梅走的时候已经书面退出安全负责人，咱们墙上的公示牌还写着她的名字，员工备案和接送方案也没改完。你不早说！我以为一个名字先挂几天没事儿，可真要查，肯定过不了。今晚就换人补材料。向阳刚开几天，他只要有1项不合格，也得跟我们一起听。所有资料都在这儿，需要看现场随时可以。我们今天按投诉内容逐项复核，不会只看你摆出来的材料。应该的。今天临时换成孩子舅舅来接，怎么处理？先核对家长发来的变更信息，再打备案电话确认。厨房分区、食品留样和过敏餐标记都没问题。中心现有60名孩子，没有超出核定人数，投诉涉及的项目全部合格，可以继续经营。谢谢。后面需要补什么材料，请直接告诉我。现在去安心托管办。林小梅已经退出，为什么这里还挂着她？宣传版还没来得及换，反正她以前确实在这里干了10年，也不算骗人吧。我离开当天就发了书面通知，不同意你们继续用我的姓名和资格信息。通知送达时间是10天前，你们不是来不及，是一直没改。现有负责人和员工备案对不上，新的接受人员责任分布也没落实。这些表本来就是安心托管办的，他说不让用就不让用。表格可以继续用，个人姓名不能冒用，责任更不能让一个已经离职的人承担。立刻撤下虚假宣传，重新备案现场负责人和接送人员，整改通过以前不得接收新生。我们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，再不招生就真关门了。那就先把该补的补齐，孩子不是拿来试错的。刘姐，我以前只在周末兴趣班帮过忙，没管过20多个孩子的接送。你让我当现场安全员，我怕做不好。你有健康证明，也参加过急救培训，材料上够用了。平时就是点点人数，签签字。可接送方案上的3名老师，我只见过1个，另外1个人什么时候上班？人我会找，你先签，每个月多给你500。这几户已经说来了，剩下的人也没签正式合同，原定下周开始的体验班还开吗？退款的划掉，再招人补上28个位置，1个都不能空。99块拖1个月，刚空出来几个位置，想来的赶紧报名，晚了就没了。大家看看，28个体验名额，1个都没剩。99块拖1个月，上哪找这么便宜的？还是我们倩倩会做生意。还有6个孩子没填完整的接送人信息，3个孩子连过敏情况都空着，先让家长补完再走。这么多人等着，你别在门口找麻烦，让他们晚上在群里补。今天先把人留下，少填2格，孩子又不会丢。后面还能再放几张桌子，先把候补的孩子收进来，最多就是挤一点。不收，现在批下来的容量就是60人，23个孩子，一学期可不是小数目。接送、吃饭、午休都按60人配的，多收1个，现有安排就得重做。跟家长说清楚，什么时候老师、场地和厨房都够了，什么时候再通知他们。你看，送上门的钱都不敢收，他也就这点胆。你赶紧告诉大家，咱这儿还能报名，在那边排什么队？孩子送到我这儿，明天就能来。桌子不够就加桌子，人不够就再想办法，有什么难的？一小有2个出口，低年级必须2个人，一前一后。家长临时改成自接，也要在总表上划掉名字。我今晚再跟60位家长确认一遍，明早把最终名单打印出来。别只在群里接动，每一条变更都要落实到具体孩子。18个孩子在1小，10个在2小，就我和罗老师2个人，一人跑1所学校，
路上谁在前面带，谁在后面看。先按这张旧表去。等电话打来，孩子可能已经没人接了。28个名字而已，你们一人记一半，别什么事都往严重了说。我和罗老师各跑一所学校，没人留在中心准备晚餐，也没人负责第2次点名，必须再加一个人。99块一个月，28个孩子收上来还不到3000块，再招人工资谁出？那就少收几个。现在这样真看不过来。体验月就是先把人留下，等下个月按正常价格续费，我再招。孩子出事儿不会等到下个月，今天不也都接回来了吗？先照旧做。1小2年级的周宁发烧，家长已经自己接走，已跟家长电话确认，今天应接人数减1。何老师顶上王老师原来的后队位置，中心里由吴阿姨负责留守，人员变化发到家长群。明白。安心现在正缺孩子，你把这些候补先放到那边，我让小倩给你1半费用。他们信任的是向阳的人员和流程，我不能把人交给另一个中心。安心离这儿就1条街，桌子也有，先把钱挣了，再慢慢补人，不行吗？不行，安心要招谁，让家长自己选。我的候补名单你别碰。还有几条家长消息没整理完，我把最终表做完再帮你直播。直播马上开始，你先来当助播，名单明早再看也一样。刘老师，奶奶明天有事儿，陈浩改成由托管办接，麻烦您回一句，我好跟班主任说。谁的接送变了？我现在加上，一会儿再说，先开播。都到齐了，跟我走。老师，托管班的人怎么还没来？你妈妈上午已经告诉我，今天由安心托管来接。你先别走，我给他们打电话。1小按表接回17人，2小10人，一共27人。报名不是28个吗？有一个写着家长自接，27就对了。是哪一个？最好再跟家长确认一次。表上都写着了，还确认什么？先让孩子坐好，我拍一段写作业的视频。老师，需要帮忙吗？安心托管漏接了，孩子妈妈还在赶来的路上，那边电话也打不通。我们是向阳中心的，但不能直接带走孩子，我们留下联系方式，陪您一起等。是不是我不听话，他们才没来接我？不是你的错，你留在老师身边是对的，别怕。陈妈妈，孩子们都在写作业呢，您放心。我儿子根本不在你那儿，班主任刚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还在学校等着。表上写的是家长自接，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改了。我昨晚发了语音，刘倩亲自回了收到。你明明没接到孩子，刚才还敢骗我说他在写作业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妈妈不是说了让托管店接你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一直跟老师等，不敢自己走。孩子做得对，我们打了2次安心托管的工作电话，都没人接。林小梅，你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是不是就等着看我们出错？他陪我儿子等了半个小时，你来了先怪他。哎呀，陈妈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员工漏看了一行，孩子也没离开学校，您别把事儿闹大。你漏掉的是我儿子，不是一行字儿，这都是他负责的，还没把孩子带回来找他。名单是你发的，陈浩后面一直写着家长自接。昨天晚上8点12分，陈浩妈妈说改由托管接，8点13分你回了收到，可你没改名单，也告诉我回到中心以后，
韩露报了1小17人，我报了2小10人。我当场问为什么只有27个，是你说有一个孩子由家长自接，不用再查。这是班主任打到工作手机上的电话，你把手机压在直播架下面，一通都没接。你们每天接回多少人？回到中心不再点一遍吗？我提过，刘倩说纸上写着就算对了。这次孩子留在学校，下次要是自己往外走呢？我现在就办退托，剩下的钱1分不能少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来了。漏接孩子是你的失误，这个月工资也要扣。家长信息是你漏传的，工作电话是你不接的，凭什么全算在我头上？谁去接的孩子谁负责，你不服就走。这份解聘订正我收下，扣工资和甩责任的字儿，我一个都不会签。签了，半个月工资现在转给你。上面写漏接完全由韩露个人造成，中心管理没有问题，这不是事实。不签就别拿工资。这字我一个都不会签。体验班是你们自己要退，就余额也得等我核账。今天1分钱没有，你这是耍赖！各位先别走，我这里有当天的原始记录。他昨晚还在群里说是你擅自漏接，名单不是我改的，工作手机也一直在他手里。你们可以把这些一起交给社区和监管人员。先拿99块把人骗进来，真出事就往员工身上推。孩子我们不敢再放这儿，今天把退款申请收下，不收我们就去申请调解。林主任，我把原始记录交给家长了，也从安心离职了。您这里还招人吗？招，但你要先参加培训，再通过接送流程和应急处置考核。我把刘倩甩责任的证据拿出来了，您还不信我？你肯说实话，我认可。可你以前明知道人员不够，最后还是签了现场安全员，这件事儿也得面对。如果你愿意把流程重新学一遍，我给你试用机会，考不过就不能上岗。我愿意学。妈和小倩松口了，安心以后挣的钱分你一半，你带着老师和孩子回去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刘倩还是登记负责人，收款账户也归她。我只看到责任写给我，没看到经营权在哪儿。条款多，明天找个地方，我慢慢跟你说。不用慢慢说，明天把完整协议带来，我一条一条问。50%的收益都给你，我们家已经让到底了。这上面写着收益分配3年后才生效，3年内收入进刘倩的账户，我没有查看账目的权利。员工、家长和向阳现有的60个孩子要全部转回安心，可退款、欠款和安全责任全由我承担。先把安心救活，账以后再算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分那么清干什么？10年前让我干活的时候，你说是一家人；把我赶走让刘倩当老板的时候，你说门面是刘家的，我只是外人。现在教室空了，你们又想让我带着人回去填满，这个字我不签。你非要跟我妈和芊芊争到底？我没跟他们争，安心归你们，向阳归我经营，各管各的。你不签就别再进刘家的门。好，钥匙还你。大家都来看看，我儿媳妇在这干了10年，学会以后就另起炉灶，把我们家的学生全带走了。安心没亏待过他，他现在开新中心，连老东家的活路都不给留。抢走学生还不够，还要我们退钱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就是林小梅在背后教你们来闹。我们是自己转走的，谁也没抢。你们先把孩子就学期剩下的钱退了，钱是你们收的，账也是你们记的，我们来要自己的余额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把家长要退款的那一段全剪了，只剩下你抢生源。要不要把完整视频发出去？小梅，刘家刚提交了正式投诉，社区明早开协会，联名材料、报名记录和退款凭据都带上，当面说清楚。好，我会到。他在我们家的门面干了10年，转头就把46个老生全带走，这不是抢是什么？名字全在这儿，这些都是安心的学生。这46片是换负责人以前收集的续读意向，没有签新合同。意向不是卖身契，家长有权重新选择。83人里46户是安心老生家庭，另外37户是社区其他家庭。联名是我一户一户问出来的，林老师那时候连场地都没有，根本没碰过名单。向阳通过审批后，60户家庭才正式签约，其中46户是安心老生，14户来自其他联名家庭，剩下23户进入候补。这几组数字和后台记录完全对得上。我们换中心，是因为负责人、老师和接送流程全变了。
没人逼我们。我孩子对芒果过敏，以前每次都是林老师单独标餐，刘倩接手以后连过敏表都嫌麻烦，我当然不敢留下。说到底，你会的这些都是在刘家学的，没有我家的门面，你就是个带孩子的保姆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离婚，我的名字已经签了，你看完以后联系我。就为了一个托管班，你真要离婚？不是为了托管班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我妈说你几句，小倩接了你的班，你就连家都不要了。我在安心干了10年，你们拿走经营权的时候，没人问我一句，出了问题，却还想把责任塞回我手里。今天在社区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只是保姆，我听明白了。我那是气话。我不是今天才决定走，今天只是最后一次失望。只要你把离婚协议收回去，我还让你回安心当主管，以前的事儿就算了。我再给你每月加500，接送和厨房还是你管，我不跟你争。你当老板，我干活担责任，1个月多500，你觉得这是让步？我只带走个人衣物、证件和我自己买的东西。婚后共同财产按离婚协议处理，安心收购的家长费用、员工工资和设备款由实际收款和签约的人结算。我的退出通知10天前已经送到，之后的账别再写我的名字。说的好像我们离了你就不能活一样。那就自己经营，以后别再来找我签字。安心是你10年的心血，你真能说不要就不要？我舍不得的是这些孩子，不是你们家的门面。你走了就别后悔。这句话你回去跟你妹妹说。28个体验生已经推了7个，剩下的人也不一定续费，这样拖下去，安心真得关门。那就少花点，慢慢来。妈手里可没多少钱了。小打小闹抢不过林小梅，我要换个大地方，装全套监控，再送平板，把不认识她的新家长全吸过来。这得花多少钱？先拿你的养老存折付定金，等年卡卖出去，钱马上就能回来。那是我最后的钱。妈，你不是一直说我比林小梅会做生意吗？你现在不帮我，安心就真没了。倩倩，这些钱是我和你爸攒着养老的，你一下全投进去，真能收回来吗？妈，新广告已经招来32户，年卡定金都交了，加上剩下的4个短期生，新场地一开就有36个孩子，等尾款收齐，钱不就回来了？可店里现在连个长期老师都没有，老师可以临时招，设备买回来就是咱们的，家长能在手机上看见孩子，他们就放心。师傅，先把最大的监控屏挂这儿。刘老师，36个孩子平时有几名老师带？接送和作业辅导有小张、小李，教室里还有全套智能监控，你们打开手机，随时都能看。就2个人，学校还不在一个地方，忙得过来吗？现在讲究智能管理，不是老师越多越好，真有什么情况，监控都能查到。今天交齐费用，平板直接带走，过了今天就没有了。联名的83户里，已经有60个孩子入托，剩下23户还在等位置。社区研究过了，可以把这间合作室交给向阳使用。那核定人数能增加多少？条件全部达标以后，可以从60人增加到90人。你得再配2名执政老师，厨房也要扩容，还要把备用车辆和司机登记好。手续没批下来以前，我1个孩子都不会多收。你能守住这条线，我才敢替你申请。小梅，这些家长天天来问，要不先收几户，让孩子挤一挤，老师咱们边干边招。不行，现在批准的是60个名额，多1个都不能进。可人家钱都愿意交，错过了可能就去别家了，那也不能拿孩子试错。老师、厨房、接送车都到位，我才收钱。提动式厨房和备用车同时准备，账上周转会很紧。家长已经交了下个月的餐费，要不要先借用几天？餐费只能给孩子买菜，不能挪。那员工工资晚发1周也不行。工程拆成3期，先做消防和厨房，再进课桌。用中心的经营其余和我自己的存款付首期，剩下的按验收进度付。好看可以往后放，安全不能省。材料已经核证过了，从今天开始试用，先跟班，不单独带队接送。林主任，
你真不怕家长知道我以前在刘倩那边干过？家长问我会照实说，你以前在哪里工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以后按规矩做事。我明白，我会把漏接孩子那次的教训记住。记住还不够，点名、交接、健康档案，每一步都得做对。刘老师，36个孩子分在3所学校，每天接送就我和小李，肯定顾不过来。还有孩子的过敏和病史，您只给了我们姓名名单，健康倒计表呢？家长自己知道孩子有什么毛病，你们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接送的人不知道，真出事怎么办？每个孩子都有定位手环，教室也有监控，谁迟到谁没回来，屏幕上都看得见。看见了也得有人去接呀。气象部门提示，未来2天可能出现暴雨和道路积水，请相关单位提前做好防范准备。明天下午做一次提前放学演练，你走主路线，我开备用车走第2条路线。现在还只是黄色预警，有必要全员演练吗？等雨下到门口再练就晚了。今天把问题找出来，真出事才不会乱。60个孩子的名单，3条接送路线，紧急联系人，我们今天先全部过一遍。今天演练只按这60个孩子走，没正式入托的孩子不进接送名单。学校临时提前放学，何老师先确认通知，每组接到孩子后当场点一次，上车再点一次。家长临时自己接走呢？家长在群里登记，学校和我们同时确认，谁都不能只听一句口头招呼就把名字划掉。社区应急电话已经放在表格最上面。道路一旦封闭，马上联系，别自己硬闯。这条路一积水，车肯定过不去。把它从备用路线里删掉。第2条路线改走社区北门，重新计时。大家看看，天还没下雨，林小梅就带着人满街转。接几个孩子而已，非要折腾得像打仗。明天下午2点到6点是平台推荐时段，你们卖年卡，直播间人数达标，平台会再给一轮曝光。放心，我已经投了推广费，明天一定到场。预警升级了，明天下午学校可能提前放学，直播能不能换一天？推荐位是花钱买的，换一天谁陪我？学校真提前放学，你们照常接。我们只有2个人，36个孩子都带着手环，少不了。别再说了。60户都确认了紧急联系人，乔雨桐家明天由第2监护人接，也已经登记。把变更记录同步给学校，再给每组老师打印一份纸质名单，不能只靠手机。学校还没发具体放学时间，但红色预警已经生效。老陈开主车，韩露跟车去1小，我开备用车，周老师跟我去2小，何老师跟社区应急车去3小。中心谁来总调度？吴阿姨和财务留守，实时登记学校、车辆和孩子状态。我用应急群统一调度，每组至少2个人，名单核对完再上车。明白。喂，刘姐，学校群说2点半可能提前放学，3所学校，每所12个孩子，我和小李根本跑不过来。你先去1小，小李去2小，3小离商场近，等你接完再过去。雨这么大，路上堵住怎么办？您回来调人吧。我回去也变不出第3个人，按我说的做。刘老师，还有10分钟开播，平台推荐已经进来了。小张、小李，你们先把1小和2小的孩子接走，3小那12个先在学校等，接完再去。今天在直播间下单，年卡直接减1000，还送1台学习平板。刘姐，2小门口堵死了，我现在还没接到孩子。3小那边一直问谁去接那12个。3000了，让他们先等，学校有老师看着又丢不了。还有名额，想要的现在直接下单。
孩子还在学校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来？王老师，我妈妈说安心托管会来接我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不是你的错，你们先在屋里等，老师不会把你们丢下。请值班人员注意，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，请尽快撤离至安全区域。林主任，安心托管还有12个孩子没人接，学校联系不上负责人，社区能不能请你们先帮忙？没有监护人授权，我们不能直接把孩子带走。我留在这里协助学校逐户打电话，学校做书面交接，家长确认后我们再接。刘姐，林主任愿意帮忙，但学校要家长逐个授权，您赶紧在群里回复，再把名单发过来。愿意接就让他接，出了事别找我，我这边直播不能停。他愿意接就让他接，出了事别找我，我这边直播不能停。先联系家长，一户一户确认。王老师，我同意向阳中心把孩子送到社区安置点，我下班马上过去接。已经记录，到安置点后，请您带证件签字接走。何老师，你带11名孩子先上车，我和王老师再核一遍名单，最后走。孙小雨，最后一名，信息一致，确认。小雨，先坐下。我喘不上来。王老师，叫校医打急救电话。小雨，你有哮喘吗？药放在哪里？书包前面。他的药在书包前袋，名字对得上。我先核对健康档案。这个孩子有哮喘，你们接送前不知道？刘姐只给了我们姓名和电话，没给过健康档案。现在还不能放松，送医院继续观察。家长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他妈妈正在往医院赶。我同意学校和林老师先陪孩子去医院，我直接去医院汇合。孩子的药、学校健康档案复印件和家长授权记录都在这个袋子里。请大家按顺序来，核对身份证、签字，再把孩子接走。安心托管不是说有定位、有监控吗？怎么连人都没来？今天的接送是学校、社区和家长临时授权向阳协助的，我们只负责把孩子安全交回去，后续情况请等核查结果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送的及时，暂时稳定，还要留院观察。以后接送人员必须清楚他的病史，药也要随身带好。我报名时专门写了哮喘，还把备用药的位置告诉过刘倩。学校档案里有记录，但安心的临时老师说刘倩没把健康信息交给他们。刘老师，三小那边有孩子哮喘发作，已经送医院了，家长都在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。孩子不是已经送医院了吗？现在停播，平台推荐和推广费全没了，可评论区压不住了。先把这一场播完，医院那边等我结束再去解释。他愿意接就让他接，出了事别找我，我这边直播不能停。孩子躺在医院，他还在拿安全骗钱。我留在这里陪小雨，你去找他，把话问清楚。孩子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到中心？家长手机上都能看见。选安心就是省心。我儿子喘不上气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小雨妈妈，孩子的事儿我们可以私下谈，别影响直播。我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，你一个都不接。现在怕我影响你挣钱了？临时老师负责接送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能盯住36个孩子。你明知道只有2个人接3所学校，还跑来直播。孩子的健康档案你也没给他们，你还想把责任推给谁？林小梅，你没经过我同意就把孩子接走，现在还带着家长来砸我的直播。是学校逐户联系家长，家长授权以后，向阳才协助接人。每一份记录都在社区存档。少装好人，你就是想把这12孩子抢走。他愿意接就让他接，出了事别找我，我这边直播不能停。这是你自己说的，
现在孩子安全回来了，你怎么反过来怪别人？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了，年卡剩下的钱一分不少退给我。退款。合同、收据、剩余课时都在这里，把没上的钱退给我们。年卡合同写了，中途退出不退费，你们自己要走，凭什么让我赔钱？是你没有按约定接孩子，还把孩子的健康档案扔在柜子里，违约的是你，接送是他们负责的，那天没接到人，找他们算账。1点20分开始，我们就让你回来调人，你不接电话，还让3小的12个孩子先等。健康档案我们一次都没见过，你不能出了事就全推给我们。孩子最后不是都回来了吗？小雨也没事儿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别把事情闹大。非得等孩子真出事儿，你们才肯认错吗？退款！我们收到2类反映，一类是家长投诉安心托管延误接送，健康档案管理缺失；另一类是刘倩投诉向阳中心擅自接走12名孩子。对，先查林小梅，她没有我的许可，凭什么碰我的学生？学校通知、监护人电话授权、社区协调记录、孩子交接签字，我都带来了。两边的材料我们都会核验，接送排班、监控记录、工作群消息和家长合同，任何一项都不能删改。12名孩子均由学校联系监护人确认，社区参与协调，向阳中心没有收费。也没有把孩子列入自己的招生名单，刘倩对向阳中心的投诉不成立。安心托管的问题已经核实，暴雨当天负责人离场，36名孩子只安排2人跨3所学校接送，没有备用人员，也没有把健康档案交给接送老师。那天雨来得太突然，我只是来不及赶回去。气象部门前一天已经预警，临时老师也多次提醒你，你不是来不及，是接到正式通知后仍然选择继续直播。安心托管即日起暂停新增收费招生，限期补齐人员、接送和健康档案制度。家长退款按实际未服务课时核算，不得再用不退费一口拒绝。我只要该退的钱，也要你当面向孩子道歉。什么时候到账？我先退一部分，剩下的分期。收钱的时候你让我们一次交清，现在凭什么分期？养老钱已经全买设备了，我们一时真拿不出来。拿不出来就卖设备，3天内给出退款时间表，不然我们继续投诉。2名新增持账老师已经到岗，厨房扩容合格，备用车辆和司机登记完成。向阳社区托管中心核定容量从60人增加到90人，今天起可以按等候顺序办理入托。先联系之前等候的23户，确认完以后，剩下7个名额再公开登记。我马上按等候时间逐户通知，不让任何人插队。我打过电话了，那32户一个都不肯回来。他们不回来，总会有新家长来。和插组还不许咱们收新生，你叫这么多人来做什么？你宣传的是持证老师辅导，现在只有2个临时老师轮班，我们也要退。你们的孩子还在正常托管，又没漏接，为什么要退？等漏接以后就晚了。我们今天先把申请交给你，按剩余天数算清楚，剩下几天用完，我们也不续了。
4个孩子今天全被提前接走，这店还怎么开？只要整改通过，我还能重新招生。 90名孩子的健康档案和接送授权都录进系统了，纸质备份也按班级装好了。第1天扩班更不能乱，放学前再核一次临时接送变更，2个活计室分别点名。明白。 小梅，我跟房东谈过了，只要安心新场地的租约就能变更，租期、设备和牌子都交给你。你把向阳的老师和孩子带过去，2个中心合在一起。向阳现在有自己的场地、老师和手续，我为什么要搬？安心毕竟做了10年，你回去牌子还能救活，我们也能重新过日子。你不是来跟我过日子的，你是看安心没人了，想让我带90个孩子回去填满教室。别再拿一间空教室跟我谈感情。 哥，32户退款还没结清，临时老师催工资，新场地房租和设备尾款也到期了，账上还有多少钱？不够退。妈的，养老钱也全压在装修和设备里了。先把租约、设备、合同和欠款全部列清楚，明天找买家，看安心和这些设备还能卖多少。那安心这个牌子呢？一起估价，再拖下去，欠的钱只会更多。这些都是上个月刚买的。 再加上安心托管这块老招牌，10万不能少。我是来收2手设备的，不是来替你接托管班的。学习机已经激活，摄像头拆下来还要重新配线，所有设备打包，我最多出3万。我们在这里做了10年，这块招牌还不值钱？你们还有多少孩子？设备值多少看2手价，招牌值不值钱看家长还信不信。3万，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。 我刚跟家长和员工对过了，该退的托管费、该发的工资、没付完的设备款，还有新址欠的租金和解约费都在这里。不就是一时没生源吗？只要再招一批孩子，这钱很快就能填上。你还拿什么招？家长现在连门都不愿意进。那就去找李小梅，让她把向阳的孩子带回来。新址租约他不要，那就把原来那间老门面免费给他用2年。他以前不是总说想自己当家吗？这次让他当。要找就把话写清楚。 老门面2年使用权、设备、招牌和剩下的合同一项一项写。这次谁也别想再藏账。小梅，离婚冷静期还没过。 你先看看这份协议，看完再决定。我妈同意把旧门面免费给你用2年，刘倩买的设备、安心托管这个名字，还有剩下的2份家长合同都交给你。那家长要退的费用、欠员工的工资、设备的剩余分期款，谁还？我都写在附件里了，你接手以后用后面收的学费慢慢还。所以门面只是2年使用权，设备还欠着钱，2份家长合同也不能没有家长同意就转给我。 你给我的是一批2手设备和旧班的欠款，我不接。你有90个孩子，拿收入先填一填，不就过去了吗？向阳家长交的钱只能用在向阳孩子身上，你们留下的账别拿他们填。红色组15人，蓝色组15人，组长别急着走，再数一遍。我现在要管的是这90个孩子，你把协议带回去。那天你跟我一起交了离婚申请，30天后我会按时去。 我们是按你们发的时间来对账的。我家剩多少课时，今天得签字确认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家长按收据和剩余服务天数核对，员工按合同和考勤核对。刘倩是经营人，核完后由她逐份签字。我和小李的考勤表都在这儿，你们可以分期，但不能连个还款日期都不给。我去把他叫出来，今天不躲了，该认的都认。这是我交费时的转账记录，你们还差我12天。我看到了，12天，按合同里的日均费用退。那我们的工资呢？给我3天，我把设备卖了，先发工资，再退家长的钱。空口说不行。
那就写进调解书里，卖不够的我再分期。培训、试用期和实操考核都过了，从今天开始你正式转正，还是跟我做双人接送。好，我按排班走。韩露，你在我那里出了事，转头就进了林小梅的中心，你还敢说不是早就串通好的？我辞职后就来报名，培训记录、试用排班和考核结果都在这里。你要看，我现在给你看。我没因为指正你就被特招，也没因为认识林老师就少考一项。他是一项一项考过来的，这里没有一进门就当主管的位置。你写着安心托管负责人，我问几个实际问题。1年级接送临时换了出口，你怎么核人？这种事儿让代班老师处理就行。家长临时换人接孩子呢？打个电话问一下。问谁？怎么记录？对方用什么证件核证？管理岗要求3年一线带班经验，还要有儿童照护和急救培训证明。你这些都没有，我们没法用你当主管。那普通岗位呢？可以从助教做起，先培训，再跟岗。林姐，乐乐妈这周已经3次晚1个多小时了，她都是快下班了才说加班，每次都是值班老师临时留下。3次都有家长来电和签借时间吗？有，我都夹在后面了。不就是晚接一会儿吗？你以前在安心也等，现在自己当负责人就不愿意了？我愿意等，不等于所有老师都必须免费加班。先发给全部家长征求意见。家长提前申请延时照护，值班老师按排班留下，收的费用全部计入值班补贴。我就多加一会儿班，你们还要单独收钱？你这周3次超过下班时间，3次都是老师临时加班。以后你确定要晚来，早上或中午说一声，我们提前排人。这笔钱到底给谁？当天谁值班就记在谁的工资表里，中心不抽这笔钱。这样我们能提前排好班，家长也不用在路上赶。行，我以后有加班一定提前说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家的试托天数已经用完了，这张结束确认单你签个字，知道了。3万块的价还算数吗？算。今天6点半以后拆设备，钱必须当场到账。可以，不过协议得写清楚，所有孩子完成交接后，我的工人才能进场。还有，设备尾款没结清，你必须在拆机前拿到供货方同意转售的书面材料。就剩小凯了，他妈妈一会儿就来。供货方那份材料我也在催。你好，我是急救中心的护士，手机主人刚出了车祸，人是清醒的，但现在没法去接孩子。那让孩子爸爸或者外婆来啊。他说孩子爸爸在外地出差，还没联系上。你等一下，他要自己跟你说。刘老师，我手里只有以前林老师的电话，你先别关门，我联系他，请他帮我接一下小凯。小李，你先带他去楼下保安室等林小梅的人来了再去那里接。不行，保安不在家长授权名单上，他也没答应替我们看孩子。就让小凯坐10几分钟，能出什么事？刘倩，小凯还在我们手上，我就不会把他丢给不相干的人。孩子还在，我的工人不能进场。还有，供货方同意转售的材料呢？孩子马上就接走，材料也在走程序，你先让工人拆。不行，供货方没有书面同意，设备拆下来我也不敢拉走。小梅，我刚才跟安心那边说过了，我现在正式委托向阳中心的何老师把小凯接到你们那里。姐，我再核一遍，你委托的是何静老师，他的工作证号后4位是0618。小凯今晚由我们临时照护，等你或你新授权的家属来接，对吗？对，我的身份证尾号、小凯的信息和书面授权，我现在一起发给你。何老师，带上工作证、临时接管表和小凯母亲的授权记录，到了先核对，再签字接人。明白。我是何静，
这是小凯母亲的授权记录，你们核对完，咱们把双方交接时间和孩子现在的情况写清楚。小凯今天没吃药，晚饭前吃了一块面包，体温正常。这是他的书包和水杯。好，我接收了。好。孩子已经接走了，现在把材料给我，我就让工人进来。材料不就是一张纸吗？我把3万块收到，马上就能去结设备尾款。您好，我是设备收购方，想核实一下这批设备的转售授权。您好，经查询，该批设备尾款尚未结清，根据合同条款，目前不允许转售。供货合同写得很清楚，尾款结清之前不得转售。供货方现在也不同意你先卖后还，这批设备我不能收。小凯妈妈5点多就出事了，你们为什么6点多才去接？要是不让买家等，她也不会走。5点56分，我收到小凯妈妈的完整授权。6点08分，何老师到店。授权到之前，我不能派人把孩子接走。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先接走，后面再补不行吗？如果今天有个陌生人也说自己认识小凯妈妈，你敢把孩子给他吗？你们没让家长重新填紧急联系人，所以今天只能等小凯妈妈授权。你再看清楚，买家撤单写的是设备尾款没结清，供货方不同意转售，这跟何老师几点去接孩子没有关系。小梅，那天多亏你们，我想让小凯正式转到向阳，费用我现在就交。姐，先不交钱，向阳现在额定90人，已经满了，就多他一个，不能想想办法吗？我要是因为和你熟就多收一个，以后每个家长都来找我，90个就变成100个了。我先把小凯登记进候补名单，有正式空位，我们按登记顺序联系。行，那就按顺序来，我不想为了快几天让你们硬往班里塞人。旧门面是我的，我免租给你用。向阳的老师和孩子搬回去，安心托管还能继续开。向阳有已经通过核验的场地，也有自己的合同、员工和账目，我不搬。那边只是社区的地方，又不是你的房子，我这门面好歹能一直用。我和社区签了使用协议，什么时候复合，什么情况能续篇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你这串钥匙，我不要。你不愿意搬就算了，那我来你这里当个主管，帮你管人。你有儿童照护培训证明吗？我当过安心托管的负责人，还用什么证明？那就还是没有。你真想来，先去参加基础照护和急救培训，通过以后从助教做起。林小梅，你就是想让我在你手底下打杂？我给你的条件和外面那家托管店给你的一样，你觉得不合适，可以不来。回收金额、抵扣尾款和可用余额都对上了，按调解出，今天先结清小张、小李的工资，剩下的按核对金额给家长退费。工资到了，金额没错。我们这批退费收到了，后面还没退完的呢。我已经把自己的直播器材也卖了，不够的部分按调解书上的日期分期转，每一笔都留回单。未结设备尾款也已经和供货方签了分期单，谁收到多少还剩多少，这份表会每月更新。这是你列在清单上的东西，你点一下。婚后存款和家里其他物品怎么分，也按我们在离婚协议上确认的清单来。小梅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这10年每天干的都是活，不是在家里随手帮忙。这句话
你早10年说，我会很高兴。我们能不能别去领那本证？我会改，我也会让我妈以后不再管我们的事儿。东西都对上了，30天后我会去民政局。你以前当过托管班负责人，是想报管理课还是基础代班课？我先学怎么带孩子，再说管别人。好，下周1开课。先做安全规程测试。学校发来临时换出口通知，韩露，你怎么办？我先把通知时间登记进系统，再和另一名接送老师按新出口重新分组，1人点名，1人核对。家长和孩子都熟了，每天还要点2遍数数，不嫌慢吗？上车前1次，下车后1次，2边数字对不上，车就不能开。可要是只差1个，路上再问不行吗？不行，真少了1个，车开走就更找不到了。你来当记录员，哪一组用了多少时间，哪里停下来重数，全都写下来。好。应到25，实到24，暂停，少1人。先别动队伍，1号出口留守，核一下迁出情况。缺吴子昂，家长中午提交了亲自接走申请，前台已经迁出，但新分组名单没有同步删除，找到原因了，先核迁出记录，再把分组名单改成24。这个错如果不重述，路上才发现，所有人都得再跑一遍。把前台迁出后立即同步名单写进今天的改进项。好。明天是第30天，后天开始咱们可以去领离婚证。我知道，我会按回州上的时间去。小倩现在肯学了，欠款也在慢慢还，我妈也不再骂你了。小梅，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吗？刘倩报名培训，按条件出还钱，都是她应该做的。但你当众说我只是个保姆，不是一句我妈不骂你了就能接过去。我明白了，后天9点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。安心新址的押金抵了欠租和解约费，解约单也签了，设备都搬空了，这块牌子也拆了下来。原来的老门面我准备租给别人，人家也不肯挂这块旧牌。那就找收旧物的人处理。我拿到门口了，又舍不得卖，这牌子挂了10年，你也在里面干了10年，你只是帮忙。现在旧店一关，我才知道没你在里面，有门面也没用。这块牌我可以暂时收下，但它不会挂到向阳门口。我不是来逼你换招牌的，你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吧。以后有必须处理的事儿，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吗？协议清单上的事儿可以联系，其他的事儿我们各自处理。1号车应到45，实到45。2号车应到45，实到45。王小明，今天下午还是由中心接回，妈妈5点半来接，对吗？对，大家天天见，还每天问一遍，不嫌麻烦吗？昨天的安排不能代表今天，确认一句，我们下午就不会接错。林老师，
乐乐妈妈中午登记今天亲自接，现在电话关机，孩子还在教室。你们那边有新授权吗？系统里还是家长自接，没有新的变更申请。那就先把乐乐接回来，再慢慢找家长。不对，家长已经把今天的接送权改成自接，我们不能直接带走。韩露，联系备案的第2接送人何老师，你去学校陪乐乐等，没有新授权不能离校。好，我带上工作证和异常情况记录表。好，丈夫有没有快10图片？妈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你先去接乐乐，我正从单位往学校赶。喂，我女儿手机没电了，正从单位往学校赶。我离学校近，我现在去接乐乐。好，您到学校后，请先向班主任和何老师出示证件，再签字接人。何老师，林姐，乐乐外婆的证件和备案对上了。学校、外婆和我已经在交接表上签字，乐乐已经由外婆接走。收到，把交接表拍照上传，纸质原件带回来。